This time, the choice is mine. 大家好，我是小雨，今天带大家看一下泽维尔。因为在上一次的改版，泽维尔的强度起了很大的变化，现在的泽维尔可是前中后期都算强的角色。那由于我们泽维尔在之前已经有制作过了，所以我这边就稍微简化一点，技能介绍就不再重新讲了，原则上是一样的。没玩过又不知从何下手的话，对泽维尔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去看泽维尔第一期的视频，然后自己把技能介绍稍微认真看一下。那这一期呢，我们就来讲一下之前我制作泽维尔没有讲到的东西。毕竟当初制作泽维尔的时候，他还是新角色，并且只出了第3天，我就把教学给做出来了，漏掉了非常多属于泽维尔玩家一定要会的东西。那虽然说泽维尔几乎是没有什么改动，他只有在超载状态的时候，大招的 CD 时间会变得非常的短。那现在这个片段就是展示一下泽维尔后期的强度，然后我先前的泽维尔介绍是并没有说我们的1技能跟2技能是可以先放1技能，在2技能它也会爆开的。那这个方式，我们如果把2技能拉到最远距离的话，我们是可以禁锢到非常远的敌人的。现在这个片段就是最佳示范了，而且我们进入超载状态的话，我们的1、2技能 CD 也会更短。这在我们前期打会战的时候非常的给力，所以我们泽维尔前期是非常强势的，3秒钟就一个1技能，而且还是范围伤害。在有2技能的时候，更可以让我们的1技能飞得更远，圈圈也非常大圈，很容易就可以叠到2层的被动，并且这么大圈的禁锢可以很好的拖慢敌人的节奏，把所有人都禁锢在一起。那这边说一下，我们叠满被动的时候，技能没有秒好放空了的话，我们在前期就很难维持着超载状态，因为前期我们的 CD 鞋跟附魔法器都还没有买，所以我们的1技能需要 CD 3秒钟。那没了超载状态的泽维尔是非常烂的，所以只要超载状态一结束，我们就要想办法把它叠满。1技能跟2技能加起来刚好就可以从0叠到满了。然后我们释放1、2技能的顺序是，离自己有距离的敌人，我们就先1再2。那像这边被贴的话，就先2再1，可以轻易的把来追我们的敌人给禁锢起来，自己也会获得加速效果。只要不被敌人秒杀的话，我们的生存能力是非常好的。再来这边看到蓝石走过来，我用1、2连击把蓝石给拖住，并且消耗一下他的血量，然后我把我的超载状态给用掉了。但是这边并没有关系，因为有乌龟在的，可以先等超载状态结束，然后我们1、2技能连击直接打乌龟，这样子我们不是这边误会大了，我2技能 CD 没有算准。好吧，总之就是1、2连我们就可以直接叠满我的被动超载状态了。叠满被动之后，并不会直接开始消退，而且这一下的大招会吃到超载状态的减 CD， 这么一来，我大招的 CD 就跟小技能一样短了。但是要注意，大招不是在超载状态释放的话，结束时就不会吃到减 CD 的效果。所以这边看到我1技能打下乌龟，立刻进入超载状态，直接再把大招给用掉。那现在这边要持续用技能打乌龟维持超载状态，或是让它恢复一般平常的状态，都是看情况而定的。因为我们在超载状态疯狂放技能是非常消耗魔力的，在附魔法器还没有出之前，并且打完会战又不想回家的话，要控制一下魔力的消耗。但只要魔力够，当然要拼命乱射维持超载状态。而且就算大招第一次不是在超载状态发射，我们维持住到下一次超载大招乱射，也可以吃到减 CD 的效果，非常残暴。那这边选角再次让大家看一下，我为了录制英雄解说，都是一直跟路人队友抢路的，这点会让胜率大大的下跌，大家千万不要学习。不过只会玩特定英雄或是固定路线的人就没有办法了，所以我自从开始录制教学，就没有再在意任何自己的胜率什么的，当然也没有再爬星星跟分数了。那泽维尔是比较害怕无法用走位来躲伤害的刺客的，毕竟是玻璃大炮嘛，那大概就是现在这些班位上这些角色了。然后现在的出装在这边，大家可以自己参考，主要是先把减 CD 给叠满。左耳之杖跟照院弹灯的顺序也可以依个人喜好来交换。先出左耳之杖，就是在我们频繁大招的时候会更烦人，伤害会更高一些，更容易在使用大招的时候不小心捡到尾刀烧死敌人。先出照院弹灯的话，则是让我们在近距离会战的时候放技能的手感可以更好，因为这样就凑满
满45%的减 CD 了，并且也能疯狂触发照愿弹灯的被动伤害，打近距离团战的能力会比先出灼热之杖更强，尤其是对面的坦克非常硬的时候。好，那我们就进入实战来看现在的泽维尔为什么是强视角吧。那这边开场，因为对面中路是竹星，我打不赢他，所以我选择帮哈利多打2下，看竹星会不会把兵推过来帮我升2级。虽然我很想吸第一只小兵的经验，但是怕被他丢到，我直接放弃第一只小兵了，跟他保持个安全距离。那果然这个竹星是有稍微控线的，幸好他并没有那么残忍，至少把小兵打了一些血量，帮了我一个大忙。假设开场我正常时间出去，或是为了第一只小兵而被竹星丢到，更或是开场我就对小兵射1技能的话，都有可能会让这场的剧情就变成从头到尾我被竹星压着打了，这点要特别注意。但只要我们顺利升到2级，我们就完全不怕他了。事实上，竹星非常害怕消耗能力强、手又够长的法师的。那竹星在前期就只能丢人而已，他的伤害就像在帮我按摩一样。看看他刚才如果再继续弄我的话，我的1、2技能回好就一定给他死。先看这边，我先把超载状态留起来，而且我这一场是带冲锋的。看到上路有残血，看小地图非常重要，直接开启冲锋跟超远距离的1、2连技来上路剪尾刀。我连超载状态第2次的1技能都还没有用，就把2个人头都给收了。在2级的时候，大部分的英雄伤害是都没有泽维尔高的，就算有也没有办法像泽维尔在超载状态时的技能 CD 这么快。话说刚才竹星应该庆幸他在2级的时候及时收手了，不然我的冲锋就是用在他身上了。而且有没有发现我前面技能介绍的时候和正片战场技能是带不一样的呢？打排位的时候，战场技能在最后要记得看情况选择，冲锋、瞬移、洗礼、尖盾、火焰爆弹都是可以搭泽维尔的。那现在这边我为了清兵，把我的超载状态给用掉了，但要记得在超载状态时是所有敌方单位都可以拿来维持的，然后不是超载状态的情况，需要找乌龟或是领主还是敌方英雄来叠被动。也因为我刚才放大招时是在超载状态，所以我的大招马上就 CD 好了。这边大家看到没有？如果说像我在附魔法器还没有出之前，在前期的时候拼命维持着超载状态的话，我的蓝量一下子就干了。所以我这边准备要回家了，我就把我的大招给乱放了，反正我出来再叠被动就可以了。当然我的大招就没有吃到超载状态的减 CD 效果了。那顺道一提，召唤物也可以给我们叠被动，扎斯克的虫子、凡克莎娜的小领主跟猴子的分身，还有婆婆鲁的库巴，都可以让我们得到免费的超载状态，真是发财啊！那现在趁着这边比较无聊，来说一下关于神圣晶石。大家记不记得在上一期装备介绍我有提到过，我们泽维尔的大招现在吃的魔法伤害系数提高了非常多，所以早点出神圣晶石可以展现出使用大招时的统治力。但泽维尔实在是太需要减 CD 的属性来频繁释放大招了，所以我们是没有办法再出其他加魔攻的装备了，因此我们把神圣晶石摆在出装的最后面，有没有它都无所谓。那其实我们如果满装的话，也不一定要出神圣晶石，最后一件也可以摆闪电权杖，然后把 CD 鞋换成法穿鞋，那我们就可以更容易的秒杀敌人的脆皮，也可以看情况换防装。总之最后一件就放最不重要的就对了，因为我们泽维尔并不是只靠大招打混的英雄。那刚才我是有用大招打了上路的梅丽莎，大家可以自行注意，若是我们大招有打到敌方英雄的话，荧幕上方积分板下面是会显示出敌方英雄的血量的。哎呀，敌人都不敢出来了，害我这一场都没有被动可以叠了。那所以说我就利用个1、2技能，远距离的叠个1层被动，能叠多少就叠多少吧。而且我们叠被动跟维持超载状态都是要看我们的技能有摸到几个目标，所以有时候我们的1技能呢，一射下去射到3个英雄的话，我们就直接叠满被动了。那这边是敌人在回家，我直接用小大招把他给打断，然后小兵还在嘛，我就直接刷小兵维持我的超载状态，然后再来刷乌龟，大招回好，直接趁超载状态还没结束时，往敌人来抢乌龟的路上把大招给放了，反正回很快。现在又看到敌人来抓我们下路，我想说直接过来支援一下，是不是要用2技能把敌人给禁锢起来？但我的队友非常残暴，已经不需要我了，我再赶快顺着打完乌龟的水流回到中路，继续写我的发财秘籍。那现在我又看到我的队友在上路打起来
了，可是中间并没有任何东西给我叠被动超载，我只好用我这细细的大招象征性的支援一下。但很可惜，我的队友还是打不赢对面啊。可是我看到梅丽莎跟竹星状态都不是非常好，就开始膨胀了。因为我认为我的1、2技能只要放到敌人的话，我是打得赢的。但这边莫名其妙冲出了个泰格，那我也是没办法了，直接交代在这边了。那我再解释一下为什么我认为刚才我一个人上来能够打得赢呢？因为第一，我在小地图并没有看到泰格，并且他们都残血，看到他们就直接1、2连击就可以把他们给收了。第二就是虽然我刚才没叠被动就放大招，但只要我们1、2技能打到敌方英雄触发超载状态，就可以马上 CD 完毕。所以加上大招的伤害，还有超载状态的1技能超短 CD， 我认为是绝对打得赢的。刚才那边很可惜啊，并没有照着我的剧本走。那现在这边我看到金刚跟哈利2个人都上去支援了，而且我的移动速度也是稍微较慢一些的，已经来不及赶过去支援了。那么我就只好看着小地图，然后拿出我细细的大炮，认真的瞄准一下。这边看到没有？没叠好被动就射出大招，我们超载状态没了，就无法再射了。不过其实大家可以记得超载状态剩余的秒数，就是我们叠好被动就可以使用的时间了。哎呀，这下路的帕奎特怎么不守线呢？跑来这边蹲人啊。不得不说这帕奎特还蛮厉害的，他知道不要去打哈利，而是挑着我来打，害得我在短时间之内连续送出了我2颗头。不过主要也是因为我们家的金刚神啊太冲了，他推得太前面了，还有我刚才就直接着急了，直接从河道想要回到中路这边，方便可以 cover 他一下什么之类的，所以我才被抓了。这边有没有看到我用细细的大招射到泰格，然后我的 CD 时间从8秒变成28秒啊？简单来说就是我的大招只要剩20秒的时候，我只要叠好我的被动，就可以让我的大招直接 CD 完毕，并且能够打出我出的大炮啊。这边本来要用乌龟来叠我的被动，但是我一发都没有打到，大家假装没有看到吧。不过我是有注意到小地图，我们的路比非常的勇猛，敌人全部都在追他，所以我们在这边打乌龟非常安全。我就把被动给叠起来，然后大招随便喷一喷。大家看到我现在的大招 CD 已经非常快了，而且我的减 CD 也还并没有叠满。这里先配合一下我的队友，把竹星给禁锢起来。收掉了竹星之后，没想到旁边藏了一个帕奎特，但是他并没有办法把我给直接秒掉。我趁他靠近我的时候，对他发了1技能，让我的大炮变粗，再专心瞄准正在逃跑的帕奎特。非常感谢他，终于让我把招远弹灯给出来。像我们在瞄准之前，最好是能够至少叠2层，这样大炮会比较粗，也会更好命中。还有就是像帕奎特啊、兰斯洛特这种会位移的，也可以等他们的技能用掉之后再来瞄准，这样命中率又会再更高。那现在我们招远弹灯出来之后啊，我们的不管是技能啊还是大招啊 ，CD 实在是太快了，我觉得可能不知道什么时候可能会被砍吧。所以从现在开始，大家看我都是随便乱按技能啊，只要有就用，都没有在留的啊。现在这边也是靠着小兵让我的1技能变得更长，站在后面的竹星只能眼睁睁的看着我又长又粗的大炮一直往他的身上疯狂发射。现在的泽维尔已经从玻璃大炮升级成为大炮一哥了，看到我这个披风没有，整个人都飘了起来了。那现在比较没什么事干了，要看一下小地图是不是要支援一下队友。本来这边看到上路可能有危险了，不过我发现输出都在下面，所以我在往下走。而且我看到兰斯其实已经是残血了，那我是本来以为他可能会往右边的方向去逃命啊，没想到他直接往下逃啊！又因为我的大招刚才其实已经按住了，想说往右边那边放嘛，结果他的逃命路线非常有创意，就变成我懒得取消大招，直接用大招看有没有办法帮忙尾刀。不过刚才取消大招用1、2技能来收会更好，所以我大招正在 CD， 但并没有关系，我找敌人叠就可以了。那敌人没有啊，也没有关系，现在领主要出生了，我找领主叠就可以了。所以我马上就往领主的方向过来，1、2连击直接把我的被动叠满，并且立刻放出我又长又粗的大炮。大家知道我在打什么吗？不过帕奎特发现我了，他直接往我脸上冲过来，那我也是吓得要命啊，直接把冲锋打开，先逃命再说。那我没血了就先回城啊，但是我马上就可以来第2发了。不过我这边看了看，实在是没有什么特别残血的目标，那我就直接往中路的小兵这边射过去了。轻兵
顺道消耗刚走出来的敌人，一举两得。刚才在打领主之前也是问了大家知不知道我在打什么，就是在清兵啦。我们泽维尔其实事实上还是个带线神角呢。然后这边我很着急的走出来，但是也并没有摸到敌人，没办法叠上我的被动。哈利并没有把帕奎特留给我，所以我也只好稍微等一下2技能 CD， 然后找这个领主再叠一下，然后我又有大炮可以使用了。这就是为什么我在我的教学里面会推荐召愿弹灯先出，而不是先出灼热之杖，因为这样我们就可以疯狂的连射只是说一般世界排行上面大部分看还是先出灼热之杖的，主要原因也是因为先出灼热之杖伤害会更高嘛。那这边敌人死3个，那我们也可以打领主了。那我就是维持着我的超载状态还有5秒钟，所以我就想要把我的超载状态给维持住。但是领主已经死掉了，我这边就再找这个野怪来叠了，然后再趁着我还没消退的时候赶快把大炮给射出去。但这边已经没有更好的目标了，我只好拿来带线了。那么现在我的灼热之杖终于出来了，那这召愿弹灯搭配灼热之杖真是绝配啊！烧着烧着可以吸引蝴蝶去撞敌人，而且是在我们大招那么远的地方去撞，所以从现在开始我们的消耗能力就更恐怖了，是全地图的在进行消耗啊！我这边打算先消耗下上路的梅丽莎跟泰格大招就是要这么浪费的，因为我们待会只要遇到敌人，我们把我们的被动超载叠出来，马上就可以再次发射我们的大炮了。大家注意我大招的 CD 时间，1、2连击打到梅丽莎，直接大招回好。帕奎特发现不对劲，已经来不及了，并且我的大炮现在是又长又粗，而且打到它还会烧呢，这个也可以触发我的召愿弹灯，并且有在烧的话，它也没有办法按回程回家，也没有办法按回复。主要我的队友也还在追，帕奎特肯定还在路上，所以刚才我尝试性的用了普通细细的大招射下去，只是没想到真的把帕奎特给收了。那这边就是我 45% 的减 CD， 在超载状态下根本就是等于无 CD 的疯狂乱喷了。我只能说泽维尔顺风很强，毕竟这场是顺风嘛，但是其实逆风也很强的，原因就是逆风通常都有领主要守，而且有源源不断的兵线让我们一直维持超载状态。领主过来就用领主叠满被动之后开始疯狂乱喷了，敌人在压塔也很容易聚集在一起，我们也可以非常轻易的把被动给叠满。这边看哈利弄到帕奎特，我也是开启我的尾刀模式，但很可惜我大招放完之后走进去想要打小兵维持超载状态，但是来不及了，导致我2技能在消退之前先用掉了，进入长 CD。 那也没关系，就用1技能来叠，而且1技能可以穿很远，运气好的话可以直接叠满呢。哇，这边我们的金刚认为他自己非常的坦又冲回去送了，幸好对面的蓝斯不是很会，不然照理来说我觉得我刚应该是会死掉的才对其实刚才的金刚神他只要照顾好我，不要让我被蓝斯贴，就可以顺利的打完了，所以这边没办法，只好再重新集结一波了。那我们再趁着无聊的时间再次和大家提一次这种全图技能的瞄准技巧，就是我们可以换位思考一下，大部分的玩家都喜欢在草丛回城还是蹲人，更或是走草丛逃命，会觉得比较安全，比较不容易被抓到，或是贴着草丛或墙壁走着，尤其是在野区往比较大的路去走的时候，都是通常贴着墙壁走的，包括我也不例外再补充一下，刚才上一发大招直接把主堡旁边刚出生的小兵都给消耗了，也就不需要再去带线了，是不是非常方便呢？压塔的时候也是有大就大，完全不需要去省，因为我们大招之后就直接进入超载状态了。但这边我维持不住了，因为我的队友都在清兵想要推主堡了，但只要敌方英雄一走出来守线，我就直接1、2连击把超载状态给叠出来有大就大。凭良心讲真的是蛮无脑的要是我们这场的金刚不要疯狂的一直送，就会更好打了。哇，那我们的哈利想要再去打领主那这边不能打了，我也只好再退回去跟着哈利一起打领主了。那我们现在这边也是一样的，有大就大，不用管有什么 CD 的，因为我们现在就正要去打领主呢。这边太无聊了，放个2技能帮自己加速一下。然后这边看到有小兵已经在推主堡了，这就跟稍早的情况是差不多的，就意味着敌方的小兵很有可能在跟我们的小兵干架，所以我们1、2连击把被动给叠满直接往主堡旁边去发射，敌人也都在清小兵，那肯定被我打到就要回去温泉补血了，这样会浪费到他们非常多的时间。那我的大招又回
好了，我又看到敌方的帕奎特在下路带线，我直接大招把他射一下，然后敌方的小兵只剩一只，帕奎特一定也觉得非常不爽啊，他辛辛苦苦在那边带线，我就随便发个一炮就直接带好了。好，那这边我的队友终于要集结了，你看其实我们早就可以赢了，只是说单排我的队友还是觉得想要先打领主嘛。好，那这边我需要先闪一下蓝斯的技能，但是他2技能放掉了，那我就没什么好怕了。这蓝斯肯定是没有看我视频学。那现在领主进来了，我们一样1、2连技接大招，然后疯狂喷1技能就可以了。有2技能的时候就1、2连技，但是这边我连1、2连技都用不到，就直接 GG 了。所以大家看到这边，应该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泽维尔现在这么火热了吧？那老实说啊，我在一开始泽维尔加强的时候，也不知道原来是要这么搞的，也是在网上搜了下 Top 泽维尔，看了看才偷学的。不过泽维尔也挺吃队友啊，毕竟我们不是一个好收头的英雄，是属于消耗型的法师。要是没人能收头，或是对面有类似剑锋啊、灵啊、娜塔莉亚这类的刺客，也会非常难打啊。那个兰斯还在骂人啊，他不知道其实最烂的就是他了。然后看一下我们的伤害，很容易就拿到全队第1啊！消耗型法师在偏伤害的能力还是非常给力的。好了，那我们这期的泽维尔示范教学就到这边了。我是小雨，感谢大家收看，我们就下期再见了。